许多人听到预防失智就会想到玩桥牌、打麻将、学语言等，但我们今天想把镜头拉回到你每天都在做的事情——吃饭。因为研究发现，能不能好好咀嚼竟然是救失智的关键。脑部的 MRI 影像显示，你每咬一下，脑部就像被启动了一次微循环，也就是说，当你在咀嚼的时候，负责动作与感觉的脑区血流会上升。换句话说，咀嚼可不只是只有享受美食，它可能也有疏通大脑血路的效果。你好，欢迎回到元气医生频道，我是马永昌医师。今天这集我会跟大家分享咀嚼跟我们的大脑健康有什么关系。想象你的大脑是一座巨大的城市，脑细胞就是一个一个的细胞工厂。当工厂开始运作时，会需要燃料，而血管就像高速公路，送来氧气和养分，随时确保细胞工厂运作所需要的原料需求。咀嚼的时候，大脑血流量会增加，这个背后的关键机制叫做神经血管耦合。咀嚼的动作是一条从口腔连接到大脑的神经高速公路。高速公路的起点是牙周韧带里的感觉受器，它会传递每一次的咬合讯号。这个讯号沿着三叉神经上传到脑干和你的大脑皮质后，大脑便会透过神经血管耦合，把局部的血流提升，启动脑部的微循环。所以咀嚼不只是把食物磨碎，更是启动脑部循环与大脑排毒的关键。最近有一个很有趣的咀嚼力量的研究，也支持咀嚼的重要性。当你咀嚼较硬的东西的时候，会让大脑皮质的谷胱甘肽浓度在短时间内快速上升。谷胱甘肽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物质，能减少脑细胞的氧化压力，而且与记忆和认知功能维持非常的相关。相比之下，对照组咀嚼口香糖在同样的条件下，谷胱甘肽并没有提升。这一点显示呢，咀嚼的力道才是真正的重点。流行病学的研究发现，牙齿缺失者比牙齿保存完整者失智风险高约 20%， 而且如果你的牙齿缺失数量越多，失智的风险就会随之大幅上升。再更进一步研究发现，单纯的牙齿数量并不是最关键的指标，咬合力量才是与认知功能关系最密切的因素，不仅直接影响大脑的认知表现，还会间接透过饮食影响大脑的功能。所以说，缺牙可能不只是不美观，它还可能引爆以下一连串的恶性循环。首先，你的牙齿少了，你就不想咬，也咬不动，吃的东西自然就偏软、偏细、偏甜。青菜要炖到烂，肉类要切到糊，坚果干脆不吃了。久而久之，纤维吃得少，食物的营养密度也跟着掉，年长者就很容易出现便秘、体重往下滑的情况。接下来就是营养不良。长期吃偏软偏甜的饮食，最容易缺乏蛋白质、维生素和膳食纤维。蛋白质不够，肌肉量就保持不住，很容易变成肌少症。维生素不够，更直接影响到脑神经的表现。当营养长期有缺口存在，神经的修复跟保护就跟不上节奏。更可怕的是，缺牙造成的少咀嚼，等于把大脑每天自然排毒与产生谷胱甘肽的机制也拿掉了。最后，当缺牙遇上营养不良，两条负面效应就叠在一起了。咀嚼不足让脑子缺少了平常的训练，营养不足又削弱了脑部的修复与防护力，两者互相加成，失智的风险就大大的增加了。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，1年、2年、3年逐步累积起来，就会形成一场完美的风暴。另外，最新的研究也发现，无牙者的睡眠呼吸中止症往往比较严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牙齿不见了，下颚没有牙齿的支撑，就容易往后缩。舌头也会因为要补偿口腔变大的空间，而逐渐变得越来越肥大，被挤到喉咙的后面，导致睡觉的时候更容易发生呼吸道的阻塞。另一方面，如果有佩戴活动假牙的长者就要特别注意，活动假牙的咀嚼力仅有真牙或植牙的1/4到1/6，因此咀嚼的大脑刺激会减少。换句话说，活动假牙虽然看起来好像能咬，但其实根本就咬不动。结果只好挑软的食物来吃，这就会让大脑减少了平日的神经回馈训练。长期下来，佩戴活动假牙的人，蛋白质和纤维也会和缺牙的人一样不够，不但会营养不良、便秘，还会让大脑失去咀嚼带来的刺激，认知退化的速度变得更快。吴博士是一位常年在大陆打拼的高阶主管，应酬多、烟酒多，牙齿问题也很多。但因为他停留在台湾的时间相当短，
所以他都没有办法治疗，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他只能依赖活动假牙来过日子。外观不是他最大的困扰，他最大的困扰就是他喜欢唱歌，而他唱歌的时候假牙常常掉出来，让他觉得很难堪。退休后，他决定彻底面对并解决他的缺牙问题，但因为他很害怕看牙医，因此他希望我们能够用最快速、最没有痛苦的方式，让他立即恢复咀嚼功能。第一次的评估，我们对吴先生做了非常详细的检查与全颅和口腔的资料收集。他的太太说他打呼非常严重，所以我们高度怀疑他有睡眠呼吸中止症。因此，我们还在牙科常规检查之外，包含了居家的睡眠检测和呼吸道电脑断层。我记得他太太听我说我们还能同时解决他的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时候，非常的高兴，因为他告诉我他很担心他先生有一天会中风或失智，因为他自己的父亲就是这样子失智的。吴先生的上下颚骨因为长期佩戴活动假牙而严重吸收，而且他的上颚窦已经空洞化。如果要用传统的植牙，需要做鼻窦开窗补骨，这样的植牙方式从开始到完成需要超过1年的时间。因此，我建议他采取欧昂4的1日全口重建技术，让他当日手术完就能够有牙齿可以立即吃东西。手术当天，麻醉医生让吴先生睡着后，手术大约进行了4个小时。当他醒来后，我们随即帮他安装上过渡时期的全口固定假牙。走出诊间前，他很高兴地握着我的手说：“医生，这感觉真的很不一样，我有牙齿了耶！”在他完成植牙之后，我们还建议他需要做口腔重训，来训练他常年过于无力的舌头和呼吸道肌肉，因为这个可以有效地减缓他的打呼和睡眠呼吸中止症。在术后半年的追踪时，你可以从呼吸道电脑断层中看到对比术前和术后的呼吸道宽度。你可以看到吴先生的舌根后方的气道变得比较宽。这半年来，吴先生每天认真地做口腔重训，他的睡眠呼吸中止症从中重度变得极为轻微。他的太太也发现他打呼的声音不见了，白天他自己也觉得不再精神不振。对他来说，欧昂4的重建不只是重建牙齿，更让他的生活品质和自信一起回来。咀嚼是最贴近你的自然生活，却又最常被忽略的天然大脑保健行为。活动假牙所带来的咀嚼力远远不够，容易造成颚骨的吸收加快，因此采取固定式的植牙或假牙来重建，才能够让咀嚼力恢复100%的功能，这才是最根本之道。全口重建的价值不只是锁一根螺丝，而是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人生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，请将这支影片分享给正在犹豫不决要不要做植牙的家人或朋友吧。我是马永昌医师，愿你用呼吸和睡眠找回自我疗愈的原力。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